哲学爽歪歪，和你松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这个月6月28号是卢梭生日，刚好联经出版社50周年再版了卢梭的经典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介绍卢梭的哲学思想。1712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也就是今天的瑞士。他其实是瑞士哲学家，不是法国哲学家。从小在阿尔卑斯山乡间地区长大，热爱古希腊罗马经典。他跟其他哲学家不一样，他不是在体制内长大，没受过哲学教育，完全是自学成才，可以说是哲学神童。15岁时，卢梭跟一位雕刻师拜师学艺。有天在外太晚回家，城门已经关了。如果明天回去被发现，就会被师傅体罚。卢梭索性就不回家了，身无分文到外地流浪。几天后，遇到一位叫 Warrens 的女士收留他，送他到教会受正规教育，改宗天主教。卢梭在忏悔录里提到，他16岁时曾经被天主教会人士性骚扰，有人想要诱奸小卢梭，不要。他去告状，结果被说是小孩子在乱讲话，导致他在教会里的经验不是很好。后来，卢梭去巴黎找 Warrens 女士，两人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卢梭因为有音乐才华，就在巴黎当音乐家教，靠编曲赚钱。因为19世纪以前还没有大学哲学系，很多哲学家都是当私人家教赚钱。卢梭的音乐才华让他进到巴黎的上流社会，遇到当时的哲学核心人物狄德罗。狄德罗正在撰写百科全书计划，就请卢梭来写音乐这个词条。结果后来，狄德罗因为发表不存在先天观念的言论而被关。因为天主教会认为人天生就有原罪，先天就有上帝，这些都是先天观念，你敢挑战，等于是挑战教会权威。卢梭到监狱拜访狄德罗时，读到报纸上在征稿作文比赛，题目是文明社会对人是好还是败坏。卢梭思考这个题目时顿然醒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证科学跟艺术越是进步，人类文明反而越堕落。结果得到了第1名，红遍法国。后来他再次参加征稿比赛，这次题目是《论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这次的投稿文章让他名声大噪，从音乐家变成了哲学家。这本书成了全欧洲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许多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分子都是读了这本书后受到启发，意识到不平等不是宿命，社会是可以被改变的。今天这集我们就来介绍这本卢梭的重要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要找出不平等的起源，我们第一步应该要先问：不平等是自然的，还是人类社会自己创造的？例如，我们看到资本主义造成当今社会不平等，许多人会说这是人性啊，资本家只是展现出人性的贪婪，社会上的不平等只不过是源自自然的不平等。这种辩护就是预设了不平等是自然的人性，而不是社会形塑的人性。这样一来，不管你怎么改变社会都没有用。但是如果贪欲其实是被社会形塑出来的，你却把它讲成是天生的，那就犯了谬误。所以卢梭认为，我们必须区分没被文明污染的人性跟被文明社会化的人性，我们才能知道不平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不平等是天生注定的，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不同的智商、外貌、体能，有些人天生就比较幸运，中了基因乐透，所以才容易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亚里士多德就用这个观点来合理化希腊人对外国人的奴役，说希腊人天生就比较适合当主人。卢梭现在要反驳这种自然界造成不平等的论点。假设有人天生就有身心障碍，你会说这叫做天生的不平等。但卢梭现在说不对，一个天生的盲人会有怎样的待遇，完全是取决于社会。在许多古代文化里，盲人会被视为有预知能力，被当成先知崇拜。但是在注重劳动力的工业社会里，盲人就会被当成没有用的人。所以不平等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自然本身没有正不正义的问题。所以要知道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说，我们必须设想一个没有被文明污染的世界。卢梭称作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的意思就是没有人为因素干扰我们观察人性，把人从社会中抽离出来。人可以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给自足，就像迪士尼的泰山那样，这种状态才可以反映出人性的原初样貌。反而文明社会里的人都是被污染过的。卢梭要我们比较一下，在自然界的动物跟被人类驯化的动物。野生的狗更强健，可以自己去寻找猎物，但是被驯化的狗已经失去自己觅食的能力。
现在卢梭说，人类自己就是那个被文明驯化的动物，文明让人类变得体弱多病，自然状态的人反而更强健，因为原始人要靠自己的体力去打猎。但是文明发明各种工具后，人们自己求生的能力反而弱化了。如果把文明人丢到丛林里，可能活不过1周。文明虽然有最先进的医学技术，但是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国民却罹患各种文明病，忧郁症、癌症、失眠。这在卢梭看来就是一种文明的症状，是文明人自己搞出来的病，在原始人身上根本不会有。不过卢梭虽然批判文明，但他并不是反文明。卢梭没有叫大家回去过原始部落生活，而是要用它来破除现代人的幻想，认为人性本恶，不平等是起源于某种人的自然天性。卢梭认为恰好相反，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善的、好的，没有不平等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想法，因为18世纪欧洲依然被教会统治，人们相信人天生就有原罪，需要靠后天教育、加入教会才能够得到救赎。卢梭竟然唱反调说人天生是善的、好的，进到文明社会后反而堕落了。这个理论在当时就造成很大的震撼，卢梭的好几本书也被当成禁书。那最原初的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卢梭认为，人最原初的本性是2股力量。人首先有为求自保的自爱心，这是人最原初的动物本性。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自我保存，让自己活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人会爱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的照顾有助于生存。这种追求自保的自爱本能，并不会带来恶果。一个原始人为了填饱肚子出去打猎，并不会造就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出现。你可能会反驳说，如果好几个猎人要抢夺有限的资源，不就会有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样不平等就出现啦。卢梭认为，你这样想已经是把现代人的眼光投射在原始人身上。真正的原始生活中，根本不需要抢夺资源，因为自然界到处都是树果猎物，原始人根本不需要竞争，肚子饿的时候去山林里摘果子就好。认为资源有限，要为了未来长期规划，是被文明化的人类才有的思维。因为文明人住在都市里，资源都掌握在有钱人手上，才会认为资源非常匮乏，不懂得自然界的丰饶。卢梭甚至认为，未来这种观念也是文明社会才有的。原始人根本不需要顾虑什么未来，而是活在当下，能让自己活下去就好。总而言之，为了自身利益的自爱心，并不会带来不平等。除了自爱以外，人还有一种本性，有利于整个物种的延续，就是怜悯心。人一看到有感知能力的存在受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像是戏院观众看到野兽把小孩抓走，都会感觉到怜惜。这种怜悯心在动物界也观察得到。动物看到自己的同类受苦，就会心生怜悯。卢梭认为，这种怜悯心几乎是所有美德善行的源头，所以怜悯心也不可能是不平等的起源。除了自爱跟怜悯心以外，还有2种人性是动物没有的，一种是可完善性，人内在的潜能可以透过后天环境而完善，例如语言能力，人天生就有学语言的潜能，但还需要后天学习才能够发展出来。动物则是没有学语言的潜能，所以不管怎么教都学不会。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可以被环境给塑造，改到连最初的本性都看不到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性理论在卢梭看来都是错的，谈的根本不是最原始的人性，而是被后天环境改造过的人性。最后，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做选择，动物只能遵从自然的因果律，但是人可以抵抗。例如，饥饿是一种自然的刺激，动物饿了就会去找东西吃，但是人却可以行使自由去抵抗饥饿，例如搞绝食抗议。以上4种自然状态的人性，自爱、怜悯心、可完善性跟自由意志，我们都找不到不平等的起源。所以卢梭认为，不平等一定不是起源于自然，自然状态反而是人类过得最幸福、最健康的黄金岁月。是进到文明社会后，才开始出现各种苦难。如果自然状态是那么好，文明是那么苦，那人类一定不会自愿离开自然状态，必然是因为某种意外，才让人类走向了文明。所以卢梭虽然被归类为左派，但却跟多数的左派很不一样。左派一般都相信启蒙会为人类带来历史进步，但卢梭却怀疑历史真的有在进步。所以与其说卢梭是启蒙哲学家，不如说是反启蒙的哲学家，认为现代文明导致了人性的堕落。所以卢梭导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平等不是起源于自然，而必然是起源于人自己创造的东西。
论证完不平等的起源不是自然，不是人性使然后，现在卢梭要来正面回答不平等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卢梭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从独立自主的原始人过渡到群居的人类社群，人们在闲暇的时候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人们就会开始思考，谁跳得更好，谁唱得更好，谁长得更好看，更适合当另一半，开始对他人做评价，比较谁更有吸引力。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在爱人面前成为最有魅力的人，但是一旦这种比较心态开始蔓延，人性的心理就开始变质腐化了。人变得越来越在乎别人的意见，渴望获得优越感，想要别人爱我多过爱他们自己。原本自然状态下的自爱，就转变成了自负，甚至是自恋。这种心理被卢梭称作 l'amour propre。这种虚荣心不是人性的原始状态，而是被社会形塑出来的偏差状态。因为自然状态的原始人不会去比谁拥有更多，就像松鼠累积果实只是为了自己所需，而不是为了让其他松鼠眼红。原始人的优越感只会施加在动物身上，像是发现自己跑得比猎物还快，就觉得人是万物之灵。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人类的优越感竟然转向了自己的同类。现在人不只要战胜野兽，还要战胜他人。每遇到一个人，就会在心里掂掂他的斤两，在心里盘算谁比较厉害。就算你已经很有钱，只要遇到比你更有钱的人，依然会感觉自己很穷，也就会渴望赚更多钱。重点不在于我实质上拥有多少，也不在于我是否真的需要更多，而在于我在他人眼中是否看起来高人一等。卢梭认为，这就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的虚荣心 amour propre 被唤醒了，原始人从此变成了爱比较的人，变成总是为了他人的眼光而活，追求成为第一，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吸引力。人类史上的各种罪恶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心理。例如，财富不平等是怎么出现的？卢梭认为，人类文明出现农业跟专业分工后，人们就变得越来越仰赖彼此的劳动，丧失自主维生的能力。原始人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文明人却不行。虚荣心强的人就利用这项弱点，把原本是公有的土地给圈起来，找一群不懂的人告诉他们，这块土地是我的私有财产，而这群人还傻傻的就信了。卢梭说，这就是文明的起源，就是有人为了满足自己高人一等的欲望，在社群中引进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让人们遗忘了土地并不属于任何人。在法文里，虚荣心跟财产就是同一个字源。但是只有侵占土地还不够，因为被剥夺土地的人可以联合起来反击，所以富人还必须联合起来创建国家，让国家建立军队来保障富人的财产，制定法律，定义什么是正义。所以当穷人想造反的时候，国家就会派兵镇压他们，并告诉穷人，是你们先扰乱了社会秩序，你们才是不正义的一方。这样不平等看起来就变成正当的。所以在卢梭看来，财富不平等并不是源自经济问题，并不是私有财产、国家、法律制度，这些都只是为了维系不平等才衍生出来的。真正的根源其实是心理学问题。人看到自己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就会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平等不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古代的国王跟当今的资本家真正渴望的其实不是钱，而是用财富支配他人得到的爽感，可以让其他人眼红，觉得他们高人一等。这种支配感比钱本身还更令人满足。在卢梭看来，那些拥有很多财富的人，其实渴望的是别人的目光，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活在他人的目光下。我们都以为有钱人是很快乐的，但有钱人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生就只知道不断累积财富来让别人羡慕。除了财富不平等以外，卢梭认为，爱情背后的心理学机制也跟 amour propre 有关。因为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等于是肯认这个人对你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情人眼中的第一名。人类发明婚姻制度也是为了满足人的 amour propre。跟一个人结婚，等于是公开向社会宣示，你是我认为最好的对象，你赢过了其他竞争对手。这也是为什么卢梭认为人不能偷吃，因为这是亲手摧毁了你曾经给另一半的认可。等于是践踏了对方的自尊心。这也是文明人跟原始人的不同之处。原始人不需要婚姻制度，也没有对爱情忠贞的观念，只是遵从原始性冲动，不停寻找性伴侣，也不会因此产生嫉妒、吃醋的心理。
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日常生活中很多行为背后其实都是 Amour-propre 在推动。例如，许多人健身究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为了获得别人羡慕的眼光？很多父母教育会说是为了小孩好，但究竟是为了小孩本身的发展，还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自己很会教小孩？卢梭的这套理论可以用来重新理解我们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思考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获得别人的认可，还是我真的为了自己而做？在指出不平等的起源是 Amour-propre 之后，现在卢梭还要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不平等是不好的。卢梭认为必须批判不平等，因为它会产生不道德的后果。首先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会让人失去自由。越穷的人越容易受到富人的宰制，因为穷人必须依赖资本家给他们工作才有饭吃，也就要被迫服从资方的意志。那为什么穷人不能拒绝不工作呢？因为在高度专业分工的现代社会里，你的食衣住行都是靠其他劳工的劳动。要获得这些产品满足需求，你就必须打工赚钱，牺牲自己的自由去为资本家工作。换句话说，文明社会奴役一般大众的方法，其实是透过人造的需求来制造依赖性。因为你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仰赖市场的商品，所以你必须牺牲自由去赚钱。你越是仰赖别人生产的商品，你就必须赚越多钱，牺牲的自由就越大。这导致文明人有一种奴隶性格，即便公司没有强迫员工，员工也会不断谄媚上司、老板，因为这样才能讨好生活。相比之下，原始人就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因为在没有专业分工的史前时代，原始人的食衣住行都是靠自己，不依赖任何人，也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例如，亚历山大帝征服波斯湾的渔猎民族后，发现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根本不稀罕文明的东西。亚历山大帝必须强迫他们放弃吃鱼，切断他们的生计来源，才能够进行统治。像是我们常说，在台湾吃外食很方便，这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想吃什么都可以。但卢梭反而会说，这是不自由的展现，因为你会过度仰赖外食，反而丧失了自己煮饭的能力。如果哪天餐厅都关门了，你就要等着饿死了。在卢梭看来，要脱离不自由的状态，就必须去判断我的需求到底是真的，还是社会创造的虚假需求。真的需求满足后，你会感到更满足、更自由；虚假需求满足后，你会感到更不自由、更依赖于社会。例如，社群媒体上的赞数流量，在卢梭看来都是虚假需求。这背后的逻辑是你想要别人的关注、赞美，等于是你活在他人意见的统治之下，必须迎合大众口味来制作内容。你越是在乎观看数，你就越仰赖他人，到最后失去的其实是自己的自由。可怕的是，自己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因为虚假需求一旦变成了习惯，你就会感觉是真的需求。例如，很多有钱人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真的需求，而是满足自己爱比较的自负心理，搞炫耀性消费，买奢侈品，到处旅游，来凸显自己高人一等。这些人看似是为了自己在消费，但其实在消费时心里都是想着别人，想着要如何让人羡慕眼红。后来，二战后的德国哲学家马库塞发展出了跟卢梭很类似的虚假需求的理论，来批判当代的高消费社会，认为很多需求其实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让人们更依赖市场才方便统治。其实早在18世纪资本主义刚萌芽时，卢梭就已经批判过一次这个现象，只是卢梭更明确地指出这背后的心理机制。除了失去自由以外，卢梭认为不平等还有另一个恶果，就是它会伤害社会多数人的福祉。卢梭说，即便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能够满足基本需求，贫富悬殊也依然会对人们有害。为什么呢？因为人的 Amour-propre 渴望得到他人平等尊重，被当成人对待，但社会上的穷人却会被别人瞧不起。所以卢梭批判不平等，不是因为物质贫困那么简单，而是因为心理因素。让我们设想一下，社会底层的人领最低薪资，虽然可以3餐温饱，但却会被当成社畜、乳蛇。同时又看到社会上许多亿万富豪每天过着令人称羡的生活，这立刻会在底层人民心中产生一种挫败感。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会说，这样穷人才有更多动力去赚钱，翻转阶级啊。这种说法恰好就没有搞懂卢梭的批判，因为今天就算你赚了很多钱，上升到中产阶级，有房有车，只要 Amour-propre 的心理机制依然存在，你就会继续跟更上层的人比较，看到别人拥有更多，就会让你心生欲望，也就会感觉依然不满足。
所以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其实所有阶级的人都变得更不快乐，因为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却没有一个终点。每当你往上爬一个阶级，获得一点满足感时，一旦看到比你更上层的人拥有更多，你的满足感一下就消失了。那如果是无法往上爬的人怎么办呢？卢梭认为，还有另一个方式可以获得优越感，就是故意打压在你之下的那些人，让别人无法往上爬，你的位置就不会被别人取代。卢梭认为，人类社会上的许多苦难都是源于这种心态。如果下属表现比上司更好，一步步往上爬，某一天就可能赢过上司。因此，上司必须打压下属来维持自己的优越感。所以，卢梭说，追求名声的欲望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彼此的竞争对手，这才是卢梭批判不平等的关键。要判断一个国家的好坏，就可以看社会不平等破坏人民福祉到多严重的程度。到目前为止，阿姆波夫听起来好像都只有负面结果。但卢梭其实认为，比较心态也可以造成好的结果，因为想要去竞争荣耀、抢第一，也同时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许多发明创造。例如，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永垂不朽，或是奥运竞赛，各国选手都是渴望追求高人一等。这种心态让他们突破人类的潜能，达到新的高标。你如果去看名人传记，就会发现很多伟人之所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背后的根本心理都是为了让人瞠目结舌，展现出自己才是最有才华的人。在这些例子中，我们都看到阿姆波夫可以带来正面效益，激励人类去做一些对文明社会有益的事。所以卢梭的理论是很辩证的，他不是说渴望优越感的欲望都是不好的，而是说同一种人类的欲望创造了文明的许多罪恶，但同时也创造了文明许多的杰作。卢梭先揭露不平等的起源不是自然的人性，而是被腐化的人性 Amour-propre， 接着批判不平等带来的各种恶果。最后卢梭要更进一步问，明明不平等造成这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每当不平等在一个社会出现后，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所有人类社会都可以见到不平等。如果不平等带来这么多罪恶，那不是应该社会上的人都会极力避免才对吗？卢梭的回答也非常惊人。他认为，因为那些被不平等压迫的人，其实也主动参与其中了。有被压迫者的默许，这个体制才能延续下去。首先，既得利益者会向大众灌输错误思想，告诉大众不平等是自然的，每个人天生都有不同的才能。资本家比较有钱，是因为他们更有创业的才能，还有人性天生就是贪婪，所以不管你怎么改变制度，都无法避免不平等。卢梭认为，人们其实有自由不去相信这些维系不平等的谬论，但是大多数人却不去实践这份自由，而是自愿接受这些错误思想。所以这些相信的人自己也有责任。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在责怪受害者的论调，说被压迫者自己也参一咖。但卢梭其实接下来要说的是，只要被压迫者不继续参与，这个不平等的体制就难以维系下去。上位者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跪着。如果有天人们意识到社会上的不平等根本不是人性使然，根本就没有正当性，这项知识本身就能够解放社会。因为人们不能再把责任推卸给大自然了，不能再说是大自然把人类设计得很贪婪，而必须面对现实，责任就在人类自己身上。被压迫者有自由不去相信那些维系不平等的谎言。卢梭认为，人们觉醒的时刻迟早会到来，因为当不平等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结果会是人们又变得平等了，因为多数人都会一无所有，而这就是革命要发生的时候。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这本书试图揭露，不平等不是源自于永恒不变的人性，而只是很短期的历史现象，是人性中的 Amour-propre 被腐化的结果。卢梭的这套理论影响力之大，后世的许多哲学家，像是黑格尔讲主奴斗争，马克思讲阶级斗争，基本上都是受到卢梭影响，认为人类历史是一连串为承认而斗争的过程。康德甚至直接说，卢梭是哲学界的牛顿，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卢梭的这本著作启发了许多法国大革命的先锋，让人们知道不平等不是宿命，人类祖先曾经活在一个平等的黄金年代。世界各地的许多原住民也都活在更平等的社会里，反而是欧洲社会自诩为发达文明，却是让1%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全国的财富。而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况，
受压迫者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参与其中，受压迫者自身就掌握了改变社会的潜能。只要受压迫者拒绝继续接受当前的体制，革命就展开序幕了。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德性堕落与不平等的起源》一本。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